经过差不多2天的时间，我终于来到了这个人间秘境丙中洛。快到这个地方，我已经被惊讶到了，这个风景啊，真的是绝美。这是早上下完雨过后的丙中洛，跟白天看的丙中洛完全是2种感觉。大家看是不是真的像秘境一样？怒江大峡谷据说最深的地方就在丙中洛这一块，达到3000多米。我看资料说，怒江大峡谷最深的是4000米，不知道哪个更确切一点，有知道的可以说一下。大家看看这些房屋都是在云雾当中。丙中洛是在怒江大峡谷深处，这是一个人神共居的世外桃源。经过岁月的洗礼，它仍然保留着最初那般纯净的模样。说到人神共居，在世界上也是寥寥无几，一个是在尼泊尔，一个在耶路撒冷以及麦加，而丙中洛也是其中之一。来到云南旅行，很多人都会去大理、丽江、玉龙雪山等等，对丙中洛很多人呢却并不熟悉。丙中洛呢，现在算是云南最后的秘境。之所以称之为世外桃源，是因为这里的地理位置和交通造成的。这里是处在西藏和云南的交界地方，来这里旅行的基本是自驾，或者是前往西藏路过这里。我们比较熟知的丙察察、贾应村，它就必须通过丙中洛过去。旅行团呢很少来这个地方，因为这里啊算是比较偏远，从而这个地方呢反而没有那样商业化，保留了很多原生态的村落。特别是雨后的丙中洛跟仙境一样适合居住，加上这里处在峡谷，又是怒江旁边，以及环境等等，所以称之为人神共居的地方。在丙中洛观景台下面就是怒江，大家看一下，怒江在这里拐了一个大弯，这里不是怒江第一湾呢，怒江第一湾离这里大概是1.5公里。其实正常来讲的话，这里应该算是怒江第一湾，可能这个湾呢没有怒江湾那么壮观，所以才不是。大家看看下面这个村落，真的是仙境一样的。这里是叫桃花岛，桃花岛大家应该对一部影视剧很有印象了，那个是在那里隐居。那这个村落呢，现在是通公路，以前没通公路的时候，那是不是也是跟真实版的桃花岛一样的？在怒江两岸其实有很多村落的，我们现在看到下面是有2座桥，一座新的，一座老的。其实整个怒江沿线呢，都能看到很多老桥，就是以前的桥。在最早的时候，怒江过的话，可能是要通过溜索，那种是极不安全的。这个村落现在是能够通汽车到那个村门口，再往上大概4公里到5公里呢，有一个叫做雾里村，也是称之为人间秘境。它那里呢是完全不通公路的，就是车呢只能到达这边，人是走过去的。到时候我们也去看看。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怒江第一湾，奔腾如火的江水在这里呢文静而优雅的转出了怒江第一湾。怒江是出西藏进云南，一路南下。我们呢这几天走的就是怒江大峡谷，是由南向北来到了丙中洛这里。怒江呢在丙中洛这里啊遇到悬崖绝壁，它经过了好几次改方向，最开始呢是由北至南转为东至西，后面呢又拐了180度的大弯向东流去，形成了怒江第一湾。我们在怒江大峡谷行驶的时候，可以看到怒江的水非常急，有时候的那个浪花呀将近1米，而在这里呢可以看得出来江面开阔，水流平缓，让人感觉不到眼前是怒江，而是一片人与自然和谐的天然画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怒江第一湾中间那个小岛上面，现在呢还居住了大概10来户人家。这里呢也算是不通公路，你得走过去。这些地方啊就真的是跟世外桃源一样。在怒江两岸是有很多村落，到现在呢也是不通公路的。现在呢我们就去一个村落里面走一走，同时呢那里还有活着的茶马古道。我们说丙中洛镇是人神共居，那其实这个地方呢也是人神共居的仙境雾里村。大家看看，就在怒江旁边，
从这里呢也能看得出来，那个村落啊，其实还是有点大的，有几十户人家，也是在一个山坡上面，同时也是比较原生态。我们在这里看到它的房屋呢，是那种木质结构占多数。说到木质结构呢，一般是在大山里面，以及我们在贵州看的很多苗寨、侗寨，而这里呢，主要是由于不通公路啊，所以他们建造的房屋呢，一直保留了这种传统的方式，就是这里进出的话，以前呢是靠马帮运输，因为这里呢有一个茶马古道。现在我们进入这个村的话，就走这样一座桥，也纯粹是人行道啊。机动车或者电动车是不允许走的。现在已经在桥上面了，这应该是一座悬索桥，也是观光桥啊。其实，在怒江上的大桥我已经走了很多。去年我们在怒江走了一个彩虹桥，还有呢，在那个西藏怒江72拐那边也走了一个怒江大桥。这个桥纯粹是一座人行桥，可能是为了方便村民，也是为了方便游客进出修建的这样一座大桥。在前方那个地方呢，还在修一个游客中心吧。我们再看一看下面的怒江水，大家看到没有？这个水多么急呀！反正我现在站在这个桥边上，感觉都会有点紧张，因为现在还有风吹过来，就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其他的，感觉桥会有一点点晃动一样。雾里村就在那里，我们得沿着这个边上道路走过去。这个道路肯定是后面修建的，它是跟这座桥一起搭配的。而当地村民以前进出的道路可不在这里啊，那是真正的茶马古道。等一下呢，我们也能够看得到，应该是在村落的另外一边。现在有了这个桥，还是比较方便的。在很早以前，怒江这边居住的人，他没有桥，他是通过溜索进出的。大家如果看过一些视频，应该就知道那个是非常危险的，就相当于像这样一根溜索，绳索吊在两岸，人们呢通过滑轮过江。这个步道修了也没多久，那么这些材料是怎么运送过来的呢？其实就是通过马匹运过来的。我之前看过一个视频，就是如此啊。当时很多马匹叮当叮当的运送物资，就跟我们前几天在洛登古村看到的一样。现在朝村落里面进发，这个跟我们去一些天坑村一样的，也是要走这种步道过去，只不过呢，这里是沿着江边行走。如果没有这条道路的话，我们得可能去上游走那个茶马古道，因为那个茶马古道也是沿江边，不过据说不太安全，有一点危险性，所以呢才有这样一条步道出来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就能够切切实实的感受到那个茶马古道，边走栈道边看怒江的风景，还是挺好的。整个这个村落其实就是在219国道的对面，跟怒江第一湾不一样啊。怒江第一湾是从219国道下几百米，然后要走过去，而这里直接在对面。再往前走就是丙察察嘛。已经来到村落，这是第一栋房屋。这个房屋大家看是不是挺有特色的？跟我们在新疆看的一种房屋很相像啊。当时是在白哈巴村，那个房屋呢也是用木头建造的，这里呢一样，只不过顶部有点区别。顶部它这里是用那种石瓦片。这个村落是在山坡上，其实也可以说得上是在森林里面。你看树木多么茂密，感觉呢就像走到了原始森林。但是呢，往过去一走，豁然开朗，又是另外一种风景。所以说，你来到这些原生态或者比较偏远的地方，很多都让你感觉到与众不同的美。哇，这里种植了好多玉米啊！马上就是大丰收时期。然后这是苞米长成的样子，很多人经常吃玉米，但是玉米长出来是啥样的，可能就不清楚了。这里就看得很明显，基本上每棵玉米树上都有啊。现在感觉像走在农田里面，
房屋是能够看得到的，不过呢，都被这些玉米地、农田挡住了。这里应该算是正式的进村了，村子里面全是这样的道路的，所以才说不通公路嘛。这里也是以前的房屋的遗址啊，倒塌了，然后这些木头应该就是这个房子上面留下来的。前方还有建成的房屋，走过去看看。这种房屋住起来应该是很舒服的。你看，下面全是用那个木头建造的，顶部呢是用那种石瓦片。这个跟我们在哪里看到的很相像啊。新疆的白哈巴村，它那边是叫做木楞房。其实这里的房屋呢，也是叫做木楞房，用那种木头拼接而成。顶部呢就跟那里有区别。这个房屋住起来应该是比较舒服的，冬暖夏凉。这一家人可能出去干活了吧。他这边房屋呢是3层的，这里好像还在建新房子，去看看。建这些房屋基本很少用钉子，而且呢是需要木工师傅的。啊，这里又是一栋。其实这些房屋能够保存很长时间的。它这边由于是在山坡上面，所以每栋房屋呢都分割的比较开。这个是山区房屋的典型特色啊。你看那里一栋，这边一栋，然后到这边也有。因为没有完整的平地嘛，像这里建房屋呢，都要弄成吊脚楼形式的，就跟这里一样。你看这根柱子是在上面，而下面那根柱子在地上，所以底下才是空的。我们说的吊脚楼就是这样的。那上面的瓦片呢，全是这种石瓦片，就地取材。因为这个是怒江大峡谷嘛，它那个石头特别多，然后呢，跟贵州那个石山很相像，很容易弄成这种薄薄的石瓦片。这个是充分利用了当地的资源。前面那2栋都是新建的，不知道是开发成民宿呢，还是自己用来居住。不过啊，这2栋有点区别，这个是木板封的，而这个呢全是用木头搞的。你看下面是空的，上面才是住人。这种房屋住起来非常舒服啊！这边应该是村落的中心，大家居住可能主要是集中在这一块。现在还能听到装修的声音、建设的声音。尽管说这个村落都是这样的路，我们经常说不通公路，但是呢，里面住的人，他们还是会骑那个摩托车进来。这摩托车不是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大桥进来，而是他们通过茶马古道进来的。来看看这个新盖的房屋里面是什么样子的，它底下都是木板。这个风景真的很好啊！进来一个卧室，然后这边应该是主卧吧，还有一个大的阳台一样的，然后坐在这里看外面的风景，是不是非常漂亮？看着怒江，看着峡谷，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啊！我挺喜欢这里的。往那边去丙中洛，往这边去丙察察。一般他们去那个茶瓦龙啊，都是从这边过去。这个下面呢，到处都是玉米地。到了那个8月下旬呢，这里玉米就要收了，所以很快了。可能到了9月份，你就看不到这些了。这个就是房屋的墙壁，大家看到这里有很多缝隙吧？不知道它会不会加工。反正我在那个新疆的白哈巴村，他们这个木头中间呢有一层压实的，就密不透风一样的。这里都还没有建设完成，可能很多人呢都没有见过这种房屋。这就是原生态的村落，是这个样子的。我本来想去找一户人家了解一下这个村落的故事呢，但是可能由于天气太热，大家都在房间里面关着门了，
这就不好去打扰了。现在我们就往那个茶马古道方向进发吧。在这里，基本上都是自给自足的生活，养鸡养鸭，真的像一幅世外桃源一样的。现在村子里面弄得还是比较平整的。现在这样骑摩托车也方便，我估计这里每家每户应该都会有摩托车吧，因为要不然出去真不好走。真的是人间仙境啊！这个地方我感觉像走到西藏的波密一样，或者是说墨脱。墨脱我没去过，波密我去过。你看那些房屋都是隐藏在密林当中。其实如果有一些画家来这里画画的话，我感觉应该是能够出现一些好作品。云中雾里大桥，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就是早上这里呢会有很多云雾，特别是下完雨之后，那么整个这个雾里村呢就相当于在云雾当中。其实怒江大峡谷很多村落啊都是这个样子。在这里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，大家看到这个是螺旋桨一样的，它这个其实就是水模仿，水流很大，带动这个桨叶转动的话，那上面的石磨就开始转动，就开始那个把那些玉米粒啊弄成粉。这个我们在云南另外一个地方也看过，只不过呢它这个是水带动的，我们平时在一些陕北看到的是那个骡子带动、驴带动，或者是说我们手工带动的。这里一条水渠就是专门修过来弄这个水磨坊的，磨坊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，它带动的会转，这个应该是停工很久了。这个雾里村也是藏匿于怒江大峡谷之间。你如果是下完雨，它跟那个丙中洛一样，也是在云雾当中。特别是到了傍晚呢，在这个村里面一定能够看到那种炊烟升起来的，这个就是世外桃源的感觉。村民就是骑着摩托车来，他们这个摩托车上面都放了好多东西，难道是充当运输队伍吗？等一下我们再看看。在这样小的道路上面，他们骑车技术挺好的。看这种小卖部是不是很有意思啊？你站在窗户跟里面的老板说我要什么东西，他给你拿出来。我记得小时候买冰棒就是这样的。茶马古道我已经看到了，就在那个绝壁边上，我们得走过去。其实呢这个也算是茶马古道，只不过现在修好了，这个明显是修了没多久的，看得出来呀。你看到了前面就变成那种泥土路了，那边的茶马古道是最危险的，现在这里好一点。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走入到流传了上千年的茶马古道了。刚才那几位小哥又回来了，现在他们车子上是没有放东西，那么他们肯定是出去运送东西进来，因为这个地方不通公路，汽车运送过来的东西可能只能放在对面，那么要运送到村里面呢，以前是靠马匹靠人扛，这个效率不高。现在这边摩托车能进来，用摩托车运送的话效率更快更高一点。这里还看到与众不同车辆，这是干嘛的？就像那个坦克一样，它有履带的，难道爬山的吗？有知道的可以说一下啊！我还真的是第一次见这样的车，把下面轮子换成履带了。你看这里是方向的，这个就跟挖掘机一样的，人应该是站在这里吧，不可能是坐在这里啊！还真的很奇怪，第一次见呢，有意思。这里呢就能够近距离的触摸到怒江了，不过我就不过去了，水比较急很深，我就不去走旁边的，安全第一嘛，大家也是如此。他们又来了，基本上5分钟左右就要走一趟。你看看车上全装了东西，可能是村里现在正在建设，他们运送的是建筑物资，我猜想可能是这样的。这些人比较有意思，开着摩托车，放着音乐，驮着东西，在茶马古道里面行驶，这个是不是很好玩？你如果把这些摩托车换成马的话，其实就相当于回到了古代了。
这一段道路比较宽敞，还比较好走。到了前面呢，就跟我们之前看那些挂壁公路一样，在那个山体里面凿出的一条道路。我们刚才走的地方还有一些树木挡着，这里是没有的，直接就是悬崖一样的。看看下面的怒江水多么急，那么多漩涡，所以这个边上也很深的。这里还稍微宽敞一点，据说到了前面很窄，才30-40公分的地方都有。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小护栏一样，它这个是后期为了大家安全修建的，以前是完全没有啊。你像这一块呢，就全部是以前人工开凿的一条道路。大家看看，很惊险的，走这些地方一定要小心再小心，尽量靠里面，不要靠边上。我们从反方向看一下，大家就知道这个地方的惊险程度了。我感觉这条道路呢，以前还没有这么宽，是现在这个地方很多人来游玩、来参观，所以呢就把它加宽了一些。我看一个视频啊，就是在之前有人骑摩托车就掉进去了，在这里掉进去，大家都知道了，基本上就没了。那可能现在弄宽了就好一点了，但是走这里的话，还是要能够慢的话就尽量慢。这里离怒江有10多米的距离呢，也算是很高了。而且呢，它这里有上坡，还有很多有弯道，所以这些地方就真的是比较危险。他们又来了。说真的，在这些地方骑车，胆子不大、技术不好的人，千万不要去尝试啊！哦，前面一座大桥，可能他们就是过桥运送东西，因为车子开不进来嘛。这个地方，这个古道，如果站在对面看的话，完全就是在绝壁上开凿的一条道路，跟我们刚才说的挂壁公路是一模一样的。这里就非常窄了，前方这里看到的就非常窄了，大概也就是40公分左右。我确实挺佩服他们刚才几个骑摩托车的，一般人真做不到啊。大家这样看一下环境就知道了。反正这样的道路，我是不敢骑车。长马古道我们就走完了，在这个旁边呢还有几座桥啊。这个桥呢，分别就代表着不同年代的。你看最下面那个就是上个世纪50年代左右建立的吧，然后那个可能是后面一点。等一下呢，我们要过去就是走这条道路。那么没有桥之前，这个地方的村民进出呢，可能就是靠溜索。我们一开始也说了，溜索在这种江上面是非常危险的。那么很多人可能会问，那么干嘛不坐船呢？大家要看一下，在这里是行不通的，因为这个怒江水太急了，你船的话，基本上是不可能过得去的。现在就通过这座桥去怒江对面，只能摩托车、电动车能通过的。那边的那座桥是只能行人通过。我知道刚才那些骑摩托车的人，他是运什么？运沙子。村子里面现在不是在搞建设嘛，有一些建房屋、做地基等等需要用到沙子，他们就是从那里装的。来到这里，我唯一有点遗憾的就是没有看到那个骡子或者马，因为可能是太热了嘛，大家都在家里休息。如果是早上或者是傍晚的话，应该有骡子或马出来，因为他们可能也就放嘛，给他们找一些吃的。这个世外桃源的雾里村，我们就看完了。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